在这条街上呢，就有许多卖大麻的商家了，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商家可以贩售大麻制的蓝莓蛋糕。过了昨天的国王节呢，今天的阿姆斯特丹还是有一点脏乱，不过比起昨天已经好很多了。今天会先带大家从皇宫这边开始参观。 那一直到运河那一边去，在我身后方的这间巨大的建筑呢，这里就是阿姆斯特丹的皇宫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死神，在它的旁边呢，还有一间新教堂。那我现在在这一区，这里就是水坝广场，算是整个阿姆斯特丹最繁荣的地方。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就是杜莎夫人的蜡像馆。在荷兰这边也是很多人要看蜡像，排了不少的人群。那我们就先从皇宫跟教堂这边开始参观起吧。皇宫排了蛮长的队伍，这次就不带大家再看皇宫了。经历了西班牙跟法国的皇宫都这么有名，感觉都还好，并没有让我感到很惊艳。所以荷兰的皇宫我就不进去了。 那是老老旧旧的，外面的这些黑色的积碳还没有把它处理掉，不像在奥地利清洗的非常的彻底。那我们就先来这间教堂吧，在皇宫旁边的这间教堂呢，就是新教堂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的建设跟北欧的建设其实是有点相似呢？他们的信仰也是雷同的，这边都是信奉路德教会。新教堂这边呢，它进去是需要门票的。 其实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看到整个教堂的主殿。就刚刚我稍微拍了一下，最主要呢要推广他们后面的博物馆的展览，所以就也没有深入的去看看新教堂内部的设施。那我们现在在朝着市中心的方向往这个方向前进好了，就大概带大家导览一下吧。 在皇宫附近呢，就都可以看得到保留的算还是蛮完整的这种中世纪的建筑。我发现它的建设其实都跟瑞典有点雷同，比较像是北欧的风格，跟我们一路从南法这样一路上来，建筑的风格就差了非常的多。那在这边开始呢，就都是这种红砖屋。我从卢森堡进入荷兰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了，一路走过来，郊区外围的房子的特色全部都是像这样红砖造型的。他们也不会多做多余的刷漆，就是保留着这个砖屋的特色。 水坝广场的这条主街这边呢，这一间店非常的热门，大家为了它进去买个衣服，一堆人在外面排队。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红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看一下，这边全部都是要等着进去排队的人，这么长的队伍，一个人出来才能放一个人进去，超夸张的。那一间店到底是有什么魅力呢？值得让大家在这种下雨的天气还排着这么长的队伍？目前初步推算至少排了200个人吧，等着进去消费的。看一下，到红色的帐篷那一端，全部都是在排队的人。我刚刚还以为是要排队吃披萨，结果不是，是要排队买衣服。到这边，吓死人了！连卖薯条的都可以卖到排队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在这条街上呢，就有许多卖大麻的商家了。 要告知一下大家，千万不要在路上购买大麻，在街上买卖大麻，这也是违法的行为。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商家可以贩售，当然这都是合法贩售的。那这条街走进来呢，马上就可以看到这间了，这就是大麻博物馆。在这边吸食大麻是完全合法的，但是只能在店内哦。 在外面吸食大麻一样是违法的行为，不能在路上，只能在特定的场所里面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大麻的面包，哇，不便宜耶！一个杯子蛋糕就要10欧、15欧。还有呢，大麻的糖果，全部都是大麻的制品，大麻的饼干。当然，吸食器是少不了的啊。 超酷的，竟然可以这样随手可得。除了在商店里面，我听说看到 coffee shop， 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合法吸食大麻的地方，食用大麻的产品。他们的咖啡才是一般的喝咖啡的地方 ，coffee shop 则是抽大麻的地方，所以只有在那边才可以食用。
如果你在路上啊，在别的地方使用，一样是会被罚款的。大家有兴趣的来到这边，不妨就可以试一下吗？不过不知道回台湾验出有吸食大麻会不会有风险，这个大家自己评估啦。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国王节狂欢呢，整个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已经变成了垃圾河了。他们的城市的市容有恢复了一些，比昨晚我看到的场景还要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没有完全清干净的。这条这边呢，这里就是红灯区嘛。这里是不能直接对橱窗女郎拍照录影的，就只能这样远远的拍给大家看了。这整条呢是你想象的那样，看对眼的、喜欢的，他们在橱窗里面，你觉得漂亮的就可以直接去询问，然后他会报价给你。白天红灯区的人潮跟昨天非常的不一样，橱窗女郎的地方就是像这样，现在没有人在里面跳舞，所以就可以拍一下给大家看。有很多这种情趣用品店啊，还是性爱表演的地方 ，Real fucking live show， 就像这样，钢管舞啊，真人秀什么都有。就怕你不敢看而已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。如果你在街上乱买大麻的话，是会有危险的。我现在在 CBD 的这个商店，他们就是专门在卖大麻制品的。这里啊，有很多一些大麻的产品，像是大麻的洋芋片啊、巧克力饼，还是像是小熊软糖、糖果之类的。这边也可以让大家试吃，可以去想想看你自己的剂量是有多少。我再试一个洋芋片看看，这个是从 CBD 的油制作出来的大麻制品啊，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来试试看吧。我刚刚也跟他们买了一个这个蓝莓的蛋糕，蛋糕有10剂量的，再给大家试一个小熊软糖，它这样小小一颗就有4剂量的大麻燃油，感觉应该是还好。刚才吃了2个小熊软糖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硬的糖果，加上一片洋芋片。目前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那我就来试试看看，也在 CBD 买的这个大麻制的蓝莓蛋糕，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奇幻的效果。它这个是有10剂量的，而且老实说不便宜，加一个小小的杯子蛋糕。8 Euro，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加大麻成分，而且烤的不是很 OK， 这个蛋糕非常的黏。那它在吃的时候有一个淡淡的，很像闻到有人在抽烟的那种味道，有点像是薄荷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是大麻的味道。蓝莓的味道其实还好，不会说很重。如果单纯是评论这个蛋糕的话，绝对是不及格的。我目前已经吃了20的剂量了，然后就来再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。那我刚刚就是在这间圣雅各教堂后面吃大麻蛋糕的，看来我需要进来跟耶稣告解一下，跟耶稣说我有罪。因为尝试了大麻，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。虽然说不是真的抽大麻的烟，但是也是吃了他们的制品。现在吃完这个杯子蛋糕呢，我感觉我的上颚，对，这边好像都油的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大麻的东西。这边就是圣雅各教堂了。应该是在荷兰保存少有，还有像这种哥德式结合了文艺复兴的风格，整个墙壁上的彩绘是蛮漂亮的。教堂的圆顶这边它是有非常漂亮的马赛克的艺术。在这间教堂没有看到告解室，没有办法去跟神父忏悔一下我刚刚的罪行没有关系，至少我们已经来了教堂，应该耶稣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了，希望他是可以赦免我的罪过。那现在我们就再带大家去最后一个景点了，在我身后方这里很漂亮的中世纪的建设，今天就是阿姆斯特丹最繁忙的地方。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，整个荷兰呢最繁忙的一间车站，这在欧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点。不管你是要前往北欧，还是要通往南边，都会在这边做个转运。这边也是历史悠久了，里面一样是保有这些文艺复兴的作画。
跟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车站大同小异。不一样的是，只要入了月台就要查票了。一般我们在欧洲国家呢，不需要买票也可以去拍一下月台那边的景色。今天阿姆斯特丹的导览呢，差不多已经告一段落了。那其实，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很多迷人的博物馆跟美术馆，尤其最有名的是梵谷的美术馆。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，而且我对博物馆还是美术馆可能没有太大的天分去理解它，所以之前看过了很多，就没有多花时间留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去欣赏博物馆了。他们的城市呢，真的我一直觉得就是来到北欧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砖屋，而且这边的气候呢，也是跟北欧一样冷冷的天气。大家看一下，在我现在身后方的这条街道呢，就是昨天最脏乱、一片狼藉的那一条街。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收的差不多了，当然不可能是100%全部清理干净了，但是一些大型的垃圾已经是看不太到了，不然就是都有归位到一个集中的地方。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呢，它是一个黄赌毒全部开放的国家。大家对于这样的城市，你们的看法是如何呢？其实我是非常的认同阿姆斯特丹的这样的做法，因为像这些事情，你越是近，越是有人去做，那你越是开放化的话，其实也是多了一层保障，不管是对于卖家、工作者，还是对于消费者，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障。加上政府可以得到丰厚的税收，这种特殊行业绝对收的税都是比一般的税还要再高更多的。那其实这样对于大家是三赢的一个局面，不管是赌场的开放啊，性工作者的开放，还是说大麻，因为其实像大麻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，其实就是跟烟草是差不多的，你只要吸食的量不要过量，其实就像是在抽烟一样。那既然你抽烟都已经开放了，何不就也是让大家来享受一下大麻的这种气氛？所以我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，这是我对黄赌毒的看法。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在留言底下告诉我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